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蓝放的间隔年环游世界，目前依然在环美国自驾的路上。今天并不是像任何热门目的地，却更加经典重要，是我自驾露营的日常生活，比如加油、逛超市、休息，仅此而已。首先插入你的信用卡，分享下在美国的加油站如何自助加油。几乎全美国的加油站都是自助加油的。当你第一次操作时，可以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。使用信用卡完成授权，确认自己的车辆使用的是常规的汽油，拔出油枪，选择油的型号，这里必须要按下去，否则你的油枪待会儿不会输出任何的油量。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人和我一样，从没有打开过油箱盖吧？第一次真的还蛮神秘的。启动油枪并且切换自助，可以看到现在不断的加油过程当中，金额也在飙升，其实会比在中国加油更加心痛，因为在中国加油你可能只在最后去看一次价格。加油枪都有自动开关，可是这个开关并不是在所有州都有效的，所以后来我为了保证油不喷出来，就都自己主动关闭了。放回油枪的那一刻，我今天的油费又像水一样的流出去了，环整个美国自驾，我对于加油这件事情又熟悉又心痛啊。例行收集一下加油消费的小票。Printing。What？ 哦。旅行之时正处美国深秋，我从洛杉矶穿越美国北部到达纽约，如今已经返程，驶离华盛顿和蓝岭公路，我正在田纳西州的公路上。其实我漫长的自驾自由之中，许多时刻是平静的，耳旁无微语，只有自己简单执行每一天的计划，而这些日子我也觉得美好。Hello，现在到了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的一个休息站嘛，然后一般这个休息站都叫 rest area， 就它不是为任何的一些那个店铺，然后或者商超，然后那个设置的，它就很独立、很单独的一个那个让你休息的地方。这里也不需要买东西，不需要消费什么的。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可以看到，然后其实这个区域还挺大的，而且就自然环境给你提供了很多野餐的地方。然后在那个树那里，背后那边会有很多的那个大卡车停着。有一点远呢，可以看到，所以就是卡车跟那个普通的那个家用车，它的位置是分开的。对，那边就是一个休息站的一个房子了。这里还挂着，这应该是美国国旗和田纳州的旗帜吧？具体我也，下面这个不认识，下面这个不认识。这个休息站它不会有些商店，不过呢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会给你提供一些，然后自助商品的一个那个购买。你看，比如这里全都是卖饮料，全都卖饮料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卖食物的。不过感觉田纳西的治安可能不是很好啊，它居然用铁网，然后把它给那个拦起来，说明这里可能然后那个就搞不好有人来抢过，对吧？回到外景了。
我就觉得很舒服。对，美国的整个这种 rest area 的设计，就是能让你很放松的。对，简单逛一圈。对，尤其现在这个秋天的时间也已经到了。就对于然后那个环美的这种公路自驾来说，你其实只有在一些就是 interstate 的洲际公路上，然后才能有这种休息站。就比如它是连接，然后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，然后的一个洲际公路才会有这样的休息站。然后应该都是州政府出资，然后去建立的，因为它这个经常都会挂一些标识，就 state policy 怎么样，对，并且呢，然后它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本周的一些那个旅游资讯，对，对，但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特别的干净，然后也很舒服，地方也很大，反正就福利上来说还蛮好的。对，而且就这种休息站啊，就我大部分的情况下遇到的，它都是可以过夜的。所以如果尤其像我这样睡车里，很多时候然后在洲际公路上遇到这个休息站，其实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过夜的地方的。对，然后就反正就挺蛮享受的吧。对，这个是我觉得是环美公路自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用到的地方。和草莓，对，接着吃它。这是一本，然后这我租的车的那本说明书，然后我是想要把它给全部看完的，虽然它是全部是英文的，对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，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犯错误。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然后第一次长期开车的人，然后都会看完自己那辆车的说明书，对。看了那么多，其实日常我买得起的也就是橘子而已，哈哈。可是牛肉是必须买的，因为我露营的生活方式煎牛排是最方便，但是又非常快乐的。可以看到很大的肉制品区域，还有就是我超爱的提拉米苏，但这一盒的价格还蛮贵的。而牛奶在美国的性价比也超级高，一定要喝。这一瓶是3.19美元，也不再隐藏我是一个酒鬼的秘密了。16.99美元的一瓶雷司令 A to Z，15.99美元德国陆森雷司令，在中国、美国都找到了，超开心的。又看到了一整排进口酒的专柜。早餐的补给区，我现在已经非常适应吃面包了。现在东西买完了，然后准备去买单，去那个结账，但是因为今天有买酒，所以然后是不可以去自助结算的，要去人工柜台那儿付一下。对，因为在美国，然后你每次买酒，然后都要出示你的 ID，就是你的证件，然后证明你超过21岁才行。买一袋冰啊，它冰卖的比沃尔玛也贵，它要3刀，对，沃尔玛一般是2刀以内。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东西了，然后要准备装一下。我可以看到，就
服务确实不一样，他给我全部打包的很好，对吧？刚逛完了 Whole Foods，看一下这个账单啊，对，然后这账单上一个牛奶，然后是3.909刀，对，我记得沃尔玛价格大概是2.7左右吧，对，然后有一个 Butcher Croissant for Act 是什么？我居然看不出来了，对对对。然后提拉米苏是13.99刀，这个是比较贵的，对，因为我感觉沃尔玛或者 Costco 甜品的价格那样的大小应该是在10刀以内的。然后一瓶陆森的雷司令是15.99刀，这个价格还算正常，对对对，因为酒的价格应该肯定是说跟进口的成本和税有关系，可能跟不同超市没有关系。对，ATOZ 的雷司令是16.99刀，因为 ATOZ 那一瓶是美国，我看是 Oregon 然后产的雷司令，对，然后居然比德国进口的还要贵一点，可能会更好喝。确实刚刚看货架上，雷司令不是特别多，可能美国人不太爱喝这种酒。然后，一包，然后冰块，然后是3.49刀，这个是比较贵的，沃尔玛应该是在2刀左右。最后刚刚那一小块牛排，我看它是5刀，这个价格跟沃尔玛、Costco 差不多。因为可能是因为牛肉它其实就都是美国产地吧，然后所以也不需要在不同的超市有不同的成本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有个 CV Merchant Swing Lab 是什么？然后我不太看得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是5.99刀。最后总共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加上税以后是76刀。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比普通的超市贵了有15刀左右，对，可能贵了有20刀左右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内部全是食品，而且很新鲜，这个也是这个超市的特点。好的。